如果不是我对你们俩很了解，我一定会认定你们俩其中一个是内奸。不过我在想啊，刘笃信应该会猜到我们去查账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对付他的方法。只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他的老婆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纵火自焚呢？他是想通过他的死来救刘笃信。纵火归纵火，放火的人可未必是刘夫人。那能是谁？你我刘笃信离开的时候，都听见他的夫人就在楼上。银行的职员我都调查过，他们说我们走了以后，没有人上过楼，火是从刘夫人的房间着起来的。消防队的调查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你说不是刘夫人放的火，那会是谁？刘笃信。我也觉得刘笃信最有放火的理由。可是着火的时候，他根本不在现场，能证明他不在现场的人，恰恰是你和我。那天咱们离开的时候，刘笃信向刘夫人说了几句话，你有听到他夫人回答吗？那倒没有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收音机就是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打开的，这就证明刘夫人就在楼上。哎，你是想说，会不会是他提前安排了手下躲在刘夫人的房间里，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故意打开了收音机？这个分析有道理。刘笃信是个非常谨慎的人。银行的职员你都甄别过了吗？甄别过了。有没有什么人是可疑的？目前还没有。要想到楼上去，就必须经过大堂。银行一上班，谁要是上楼，肯定躲不过银行职员的耳目。我也问过银行职员了，除了刘笃信以外，没有人上过楼。而且最近刘夫人知道刘笃信和穆庄园的私情，心情非常不好，所以也不会有人上去自讨没趣儿。那会不会是刘笃信头一天晚上就安排人躲进了卧室？刘笃信安排一个陌生人躲在他夫人的卧室里，你觉得刘夫人会配合吗？那会不会是他头一天晚上就已经将刘夫人杀害，或者置于昏迷状态，然后安排手下躲进卧室，等我们离开的时候故意打开收音机，制造刘夫人在楼上的假象。我们一走，他就开始放火，然后趁火灾混乱之际逃离现场。这倒是个思路。大虎，你进步了。走，咱们俩赶紧去彻查一下。不用了，所有的银行职员我都已经集中在咱们处了。这倒省事了。麻烦各位回忆一下，最后一次见到刘夫人是什么时候？哦，就在今天早晨开门以后，刘夫人还下来过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她下来之后让我去给她买什么花篮蛋糕，我给她买回来之后，她说不是她想要的，好一阵骂骂咧咧，然后又上楼了。没错，我们都看到了。
那火着起来的时候，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？当时没想到火那么大，我们就是想着救人，走进去赶紧把夫人抢救回来。可是刚走到楼梯口，火苗就把我们卷出来了，那温度根本上不去啊。然后呢？后来我们走到门口，可是不死心，还想进去救人，可是就是进不去，直到楼上的楼梯都带着火苗倒下了，我们才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消防队也来了。那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从火场里跑出来？这个绝对没有。为什么那么肯定？干咱们这一行的都有防范意识，最怕别人趁火打劫，所以火一着起来，不光是盯着陌生人，就连最熟悉的人，大家也会相互监督的，对吧？大家辛苦了。能证明刘夫人在我们走的时候还是清醒或者活着的，是那台收音机。没错。那现在案子的关键在于是谁开的收音机。走，去现场。刘乡里，哟，二位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有一个案子牵扯到你，希望你配合调查。我是不是穿件外套？我陪你去。好，别看。我知道收音机是怎么想的了。你说刘笃信事先关闭了电闸，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灯是亮着的呀。那个电闸应该只控制卧室里的一路电。那也不对呀。那个收音机在你们下去的时候它没有响，等你们上来以后它却响了。收音机是电子管的，电子管需要预热，它不会一通电就响。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？我推断，那个电闸不只控制着收音机，
肯定还控制着卧室里的一个定时发火装置。只要电闸上的定时开关一启动，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就会引发火灾。那你查到这个装置没有？我看了，银行现在被烧成一片废墟，而且电闸也是一团糟，很难确认地下室的那个电闸就只是控制着卧室里的那一路电。而且卧室是火灾中心，破坏的最严重，根本找不到定时发火装置的元件。我们要是只拿着衣柜里找到的那个电闸，是打不倒刘笃信的。他一定会说那是造房子的人留下的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。这个家伙太可恶了，明明你都推理出了他的犯罪的来龙去脉，可就是找不到证据。大户，稍安勿躁。我妈常说一句话：常赶集，没有不碰着亲家的。刘笃信作案，不可能永远不出差错。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犯错误？大户，以前你们打仗的时候，如果碰到对方的阵地很坚固，你会怎么办？迂回，抄他的后路。没错，刘笃信的后路就是穆庄严。天赐去苏联治疗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就放心吧。好好治疗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对不起啊。Gracias。别客气。你会西班牙语？你也会西班牙语？这是国民党时期盐城西班牙领事馆的出入境资料，这上面显示，抗战之前，穆壮言曾经去过西班牙，而且刘笃信也在这个时候申请过西班牙的签证。看来刘笃信是在西班牙给穆壮言灌的迷魂汤，都怪我的疏忽。其实从穆壮言是西班牙俱乐部的常客这一点上，早就应该怀疑他。现在我们能肯定的是，刘笃信手下的头号杀手就是这个会使用西班牙绞杀所的穆壮言。大户，盯紧穆壮言，已经派人监视了。好。
铁蛋儿，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了的。笃信，耶律好像怀疑到我了。为什么？他那天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西班牙文，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回答他了。笃信，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。小傻瓜，他们要想查你有没有西班牙背景，你躲是躲不开的。再说，你在盐城参加过西班牙的俱乐部，早年又去过西班牙。这些都可以查出来。这又怎么样？那去过西班牙的人多了，不能人人都会使那个绞杀锁吧？但是耶律已经查到我了，他就肯定还能查到其他的破绽。你放心，你每次杀人我都替你复过盘了。复盘？人生如棋，必须要想到后5步。不过，到目前为止，你还没有露出什么破绽。当然，我想他们可能会监视你。可是既然咱们俩的事儿已经都尽人皆知了，你来找我，这又能说明什么事儿呢？有的时候，丑闻也是保护伞。我不管，我还是害怕。趁现在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咱们还是远走高飞吧。我等了这么长时间，就想干一件大事。等这件事成功以后，整个的自由世界都会向咱们露出崇拜的笑脸。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。我把我老婆杀了，是我亲自动的手。人人天生都不是杀人狂，尤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。这件事我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后还是下定决心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了你，我要给你个名分。早就说了，我不在乎名分。我在乎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障碍都清楚了啊，放心吧。目标今天去了一趟橄榄会的球场。肯定和刘笃信见了面，但是交谈内容不详。现在呢？在医院上班，医院的前后门出口都有我们的人，他一旦出来，就会在我们的控制下。你再好好想想，给我20根金条，我就立马答应和你离婚，放你和那个姓刘的双宿双飞。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你了解的，我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。你当然是没有钱，可你那个奸夫有啊，他是个银行的乡里，如果他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的话，是不是太不把你当回事了？这不用你操心。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真的对不起，离婚吧。所有的财产都归你，不要再把我们的恩怨牵扯到别人了，行不行？你还护着那个姓刘的，是不是？你是铁了心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们可有把柄在我的手上，只要我一捅出去，你和他就只有死路一条。
真的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对不起，我还有患者。我仁至义尽了。下一位，你出去吧。好，你记住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总是这样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。好，那我们走着瞧。你说你要检举什么案子？杀人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个人太厉害了，找你们最大的头来问。报告。进。季组长，就是他。有。季组长是安保组组长，是负责刑事案件的领导。你有什么情况就如实对他讲吧。请坐吧。姓名？李传峰。职业？演员。年龄呢？30。说吧，你要反映什么情况？杀人。我要检举我的老婆和她的奸夫杀人，并且杀的是大军的军人。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？她在哪里工作？穆壮言，是个医生。奸夫叫刘笃信，银行乡里。前些日子他们在医院病房杀了一个大军的同志，我老婆动的手，勒死他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们俩动手的时候，我就在角落里。怎么会那么巧？长官，不瞒你说，这个姓刘的让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活王八。自打我知道这事儿以后，我就一直盯着他，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那天我看到他鬼鬼祟祟的去了医院，我以为他又要找我老婆干这事儿，就想来个捉奸成双，就遇到了这凶杀案。好在老天有眼，让我给撞破了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叫人呢？我不敢呢，长官。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老婆会有那么两下子，我当时都吓傻了。我担心他们发现我之后，连我一块也杀了。那你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来报案呢？一日夫妻百日恩呢，是不是？来，你看一下，这上面的记录跟你刚才的讲述是否一致？如果一致的话，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。哦，在这儿。长官，什么时候抓他们去？别让他们跑了。现在还不好说，因为有可能会牵扯到国民党特务的一系列破坏活动。特务？他们是特务？这就对了，我还纳闷了。他们俩无缘无故、平白无故杀那个大军干什么？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小李啊，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个案子的经过，一定不能对外透露。至于案子要怎么侦破，那是我们的事情。可如果你把我们对话的内容泄露了出去，2个特务潜逃了，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当作同谋抓捕起来。还有，如果特务知道了你自身的安全问题，我们也无法保证啊。哦，行。长官，我保证对谁都不说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吧，你放心，
人民政府是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。啊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行，谢谢你，那我就回家天天盼着了。来，我送你。好好好，走。啊，谢谢。季组长，哎，季组长，刚才那人检举了什么惊天大案？什么惊天大案？那是个神经病，跟他老婆有矛盾，想借咱们的手啊教训他老婆，训了一顿，打发走了。这人胆子还不小，横眉立目的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忙去忙。哎。的人看不透儿女情长，还让老子给你擦屁股。站长教训的是，在下一定注意。我每天跟一帮土包子在一起，我哄他们笑，我陪他们闹，我小心翼翼才走到今天。现在大事将成了，我拜托你长点心好不好？是。可这李传风恐怕不能留活口了吧？这种事情需要你教我吗？啊，他刚刚去报过案，我想你们处理一定有个登记。倘若这人突然死了，我怕站长会惹火上身。大疼吗？啊，没事。管好自己的事情，我这儿不用操心啊。是。回来了，季组长。进来。琪琪，你还敲什么门啊？你们政保组不规矩多吗？帮我个忙，说，昨天有个叫李传风的过来报案，非说他老婆杀人了，又拿不出证据。我呢，看这人说话吊儿郎当的，以为是报假案的，训了2句就把他打发走了。有这事儿啊？但后来我一想啊，是不是我处理的不太谨慎？哎，你跟他不是一个球会的吗？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他会不会是因为跟他老婆有什么个人的矛盾，想借咱们的手整他老婆呀？去找他。啊？你这一铲子，没准真能挖口井。挖井家，走。
哎，拍这个镜头千万注意啊，要从上往下，慢。哎，来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慢点啊！再来一下，快！来，做好准备。注意啊，来，到这边来。哎，你好，好，大家抓紧。李传峰在哪儿？房顶上准备着呢，一会儿拍他的镜头。慢点啊，琪琪。小李，哟，季长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应该认识吧？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军管会的耶律同志，这是李传峰。耶律同志呢，听说了你的事情很感兴趣，想亲自过来找你了解一下。上次不好意思啊，不打不相识啊。行，那你们要等我一下，我拍完这个镜头再和你们聊。哎，你这是要拍什么镜头啊？怎么那么大阵仗？嗨，拍我从这边跳下去。啊，这么高的楼能行吗？小菜一碟啊，再高的楼顶我都跳过，更何况下边还有垫子垫着呢。行，那我们在边上等着你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好，回头聊。好，安全啊！差不多。安全啊，安全啊！好嘞。上面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拍啊！好了没有？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来吧。好，准备开始啊！打板。哎，不行，再来一次啊！李传峰，来，再来一次啊！这条不行啊，咱们再来一条。李传峰，哎，醒醒啊！哟，李传峰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李传峰，咱再来一条啊！这条不行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李传峰，你醒醒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！你醒醒！哎，谢谢。军管会办案，大家靠后，大家靠后退一退，保护现场啊！谢谢配合。大家都让一让，配合一下。死亡原因是什么？心脏病突然发作。是不是剧烈运动引发的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那王法医是否可以确定这个人有没有心脏病史呢？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了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这个李传峰以前是国民党伞兵，按道理来说，高空跳跃是他的长项，所以他不可能因为一个跳楼就犯了心脏病。要是他以前就有心脏病史呢？我调查过了，没有。我现在怀疑是他的妻子穆壮言在给他下药。你有证据？没有，我只是推测。他们俩分居已经很久了。反正我相信我的推测，这里面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反常纪要。还有那个姚老板的死也非常的奇怪。为什么？他和李传峰的死，无论从死亡时间还是死亡方式，都太接近了。大虎啊，把对姚老板家的监视从明哨改成暗哨，也许会有新的线索出现。好，我马上办。
军管会的。嘿！回头！追啊！接着追啊！抓起来！走。进入姚老板家的这个人，确实没有特务嫌疑吗？我们仔细调查过了，他就是一个飞贼，没有特务背景。这么说，他是被人雇佣的。据他交代，雇佣他进入姚老板家的是他以前的一个江湖同道。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跑了，我们正在搜查。他只是为了偷一瓶药。报告，进来。这瓶药我查过了，是升压药。等一下，这上面写的降压药，没错，肯定是有人故意给姚老板开错了药。一个高血压患者，天天按时按量吃着升压药，那不等于慢性自杀吗？可不管怎么说，姚老板是药厂的老板，他吃了升压药，他就不难受吗？他就没有警觉吗？这个问题我想过了。一，姚老板是个老病号，经常去医院，所以他每次去医院不会开太多药。这瓶药是在他临死之前刚刚开的，他的高血压已经很严重了，等不到他感觉到不舒服就犯病死亡了。二，他非常非常信任他的医生。三，他的医生不是别人，就是穆庄严，而且是他多年的球友。这么说来，线索又回到了橄榄球会和穆庄严身上。看来我们侦查的方向是对的。不过我觉得很奇怪啊，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的杀姚老板呢？仅仅是因为他参与了对你的栽赃，他们就要杀人灭口吗？具体什么原因我还没有想出来。如果除了栽赃我还有其他原因的话，那大概就是他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。我和耶律也研究过，如果现在对穆庄严进行抓捕，这性质也不过是一起医疗事故，他肯定会推脱，说是他用错了药物，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加强监视。我同意，继续监视。处长，耶律还有一条暗度陈仓的迂回路线。好，说说看。我调查过了，解放以后，政府对各大银行都进行过审计，但因为当时缺乏专业的审计人员，所以他们委托的都是一些私营的审计员。当时审计大金银行的是一个女会计，重要的是，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，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春死都不愿改，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命，在哪里等着你来，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
那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雨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，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。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，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